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小狼继续给大家伙带来一个全新的快打旋风的摊分记录，那也是刚刚出吧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之前呢，咱们做这个摊分啊，都是比较这个受人这个喜欢的嘛，因为全网只有我在拼命的做摊分，而这个摊分呢，快打旋风啊，它的摊分路子是这样的，咱们正常的话呢是要打这个对。用这个的话呢，你用跳跃攻击啊，或者是用血杀啊来勾这个箱子，然后咱们就可以打出这个钻石跟金条。很多人说小狼你不是之前做过这个吗？哎，还真没做过，因为呢上次呢不是这个记录啊，不是这个记录，这应该是最新的记录。这个记录呢，因为在第3关的时候呢有一个卡刀，所以说呢要比这个钻石啊吃掉多一点啊，不能要钻石吃多一点，然后分数多一点。但是其实这个主要还是钻石的啊。啊，还是以这个吃钻石为主。你看这一吃钻石啊，这个分数涨得非常多。啊，哎呦我去！赌，哎，还得是赌，这个是狠啊。好。这里面快打先锋里面大家伙都比较了解那个毒药还有那个雨果是吧？但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一下，就是说作为街机动作游戏的开山之作啊，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少的啊，人物可以选3个啊，功能比较少，跟 FC 的这个一样的啊，但是打击感呢比较厚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你看那个快打旋风 LS 3.0 为什么它以快打旋风为主体，而不是以其他的格斗游戏为主体，比如说恐龙快打，比如说什么惩罚者、名将、曼斗，对吧？根本就没扯啊。好，快打旋风不叫快打旋风，快打旋风很多人认为什么呢？他们都这么叫。小的时候呢，因为没有人知道名字啊，很多人管快打旋风叫快打旋风1啊，然后管恐龙快打叫快打旋风2，管这个。管那个什么名将叫快打旋风3，然后管这个惩罚者叫快打旋风4啊，咱也不知道咋叫的，可能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游戏，但是很多人认为都差不多啊，都是闯关的嘛啊，就是这么叫，都是快打。它为什么要叫快打啊？这里面就有学问啊，快打，真人快打。好，给他打跑了啊！咱们现在其实可以在这里来揪很多的兵。主要还是以吃这个金条为主，一上来就200万啊！好，第一关这个 BOSS 长得非常可爱啊，真的，明显是乡村杀马特啊！啊，你看他又开始招小兵了，哎，这个就是毒药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毒药帅啊！毒药的这个身材确实是好，该说不说啊。哎，你说你们的性取向正不正常？如果毒药牛逼的话啊，对吧？如果毒药这个长得要是不好看，你们也就不喜欢他了。但是这个毒药长得确实好看呢，咋整呢？你说？好，可以看到第一关。其实快打旋风是有2的啊，这个街机里面快打旋风是有2的，然后咱们还有必杀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有必杀的话其实也挺好的。那个必杀我记得抓完之后呢，可以嘟哈都肯啊。这个毒药还戴着手铐啊，真的是帅啊，戴着手铐，对吧？对吧？冲动是一副手铐，也是一副脚镣啊！冲动是吃不完的后悔药啊！好，还是有点难啊！这个游戏一旦被关到角落，一旦那个被怪物啊左右包夹啊，左右互搏，基本上就难受了啊。
好了，这里面咱们玩的是困难难度啊，可以看到打血非常少。Go go go！ 好，最狠的是啥呢？这个地铁里面，你看啊，你打的时候那人还搁那坐着啊。地铁梗，我记得想当年我看那个电影叫《赌神3之少年赌神》，里面那个对吧？里面那个陈小春扮演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龙武，还有那个高进啊，就是四大天王里面黎明那个扮演的高进，俩人在地铁里打，啊，也是地铁梗啊。感觉这个科迪虽然说感觉上挺帅的，但是这个科迪确实是啊，有点木啊，这个人，对吧？一会儿呢被两个那个雨果直接抓到那个哪去啊？被2个雨果直接抓到那个竞技台里面，然后呢把2个雨果揍了，揍屁了都。其实那个时候看电影啊，有很多好的桥段都可以用。今天我去看那个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了，我去看那个李焕英，我发现，哎，赶紧写杀。我会发现啊，这个就是穿越梗，但是呢也有点做梦梗，也有点这个共鸣梗，反正呢不错。但是呢后半程吧，为了感人吧，也是有点太过分了啊。太为了就是赶一会儿人就得了啊，老搁那儿煽情啊，我就有点不太想看了啊。不过呢，总体来讲是不错啊。作为豆瓣8.1评分的国产喜剧电影，还是不错的啊。但问题就在于啊，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？越往后越难拍了，真的越往后越难拍了。你看像这种类型的片儿，对吧？在这个春节档左右啊，对吧？我就发现这个梗啊，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温暖的抱抱啊，开心麻花出品。你会发现也是全是大咖啊，但是主演呢实在是可能是没有主角的这个范儿，就这个长远嘛啊，然后呢有点崩了啊，有点崩了。然后宋小宝和那个发财日记呢也是啊，也是当所传说中当养父嘛，父亲跟儿子之间有一些矛盾，最后没解开，然后呢俩人就是掰了，然后最后呢和好了，都是这个梗，要不然就撞车梗，要不然就是和好梗啊，家庭矛盾梗，对吧？贾玲这个就没有家庭矛盾啊，就基本上就是属于全是温情的这种啊，你算的比较新奇一点。它的戏曲冲突呢，就是在于贾玲是没有给自己的这个是吧？啊，有这么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经历啊。你说再往后以后咋拍呀？真的没法拍了。你比如说，你像前2天我又看了一个网飞出品的一个电影啊，挺有意思的。那个电影名字叫《我的朋友都死了》。就是如果说你要没看过啊，咱就不多说了。但是如果你看过的话，这个电影叫《我的朋友都死了》，我的朋友们都死了。这个电影你看完之后，你会发现精神病啊。那我就觉得挺不错啊。你说它是恐怖电影吧，也行；你说它是喜剧电影吧，也行；你说它有点开车吧，也行啊。如果有看过那个我的朋友们都死了那个啊，确实挺逗的啊。好。7分我打7.5分吧，我肯定不会给8分以上啊，但是7.5分是应该有的啊，就是贾玲那个。其实搞笑电影还是要以搞笑为主，但是呢，看这个电影吧，其实像我们看有一些共情，比如说有的这个老太太看啊是有共情的啊，有共情的，有的那个女孩看啊，女孩看的是有共情的，为啥呢？因为这个女孩吧，这个跟妈妈是吧啊，一般都是有的时候有叛逆期，尤其是有的人也觉得亏欠自己的母亲，对吧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尤其再加上母亲确实走了的，那就更嘚儿了啊，那更是有想法了啊。但咱就说这个意思啊，你说你像我们男孩，对吧？这个东西，男孩就看《发财日记》了，那《发财日记》就是父亲梗啊，父爱无疆梗，对吧？宋小宝的那个梗。你这个越往后越难拍啊，真难拍。好的，我感觉他是在玩这个玩心跳啊，一个残血的科迪啊，完全不虚这个对面，一脚踢碎。
啊，这个 boss 啊，管这个 boss 按理说应该叫卡我们看一下，这个 boss 我曾经是用这个 boss 在快打旋风 LNS 里面我刷级。你们真的有喜欢的啊，可以看一下那个比较恶趣味啊，叫我的朋友们都死了，好像是一个波兰的电影啊，是一个波兰的电影，但是网飞收购的。好的，一顿摆拳。哇，这费血太少了，这个。好了，就感觉这个人他胸肌很发达，你看，腹部啊也是啊，非常的紧凑。这个人，除非他上面穿的是那个衣服啊，那咱们不说了啊。没有裁判啊，这是死斗啊，这是死斗。好，拿刀，呀！拆车，哎，这个车是什么牌子的啊？这个车子的牌子感觉有点像丰田，但是它缺了丰田的上半部分啊。时间倒数，一共奖励42000。一会儿 ，Oh no！ 太赖了啊！ Oh my god! Oh my！ 好不是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桥段？为什么要打车呢？一定要跟这个街霸对上吗？啊，打车这个太狠了啊！道奇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吧？啊，道奇不是大老美的车吗？哎呦哎，上面一个后我去啊！ 这个被所有的被怪包在一起啊，是特别难受的，真的。小兵把你围在中间，真的难打，真事儿啊。好，我可以看啊，这个手，后来科迪怎么坐牢去了？剧情让你坐牢就得坐呗。 就看那个韩国的电影叫什么来着？叫《向日葵》吧？啊，《向日葵》。那个《向日葵》现在要是出来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很无聊。但是当年出《向日葵》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好，我觉得特别好看。向日葵就是啊，以前是一个小混混啊，混黑道的啊。他虽然说呢没有什么手腕，但是就是仗着自己特别能打，而且特别能打啊。 能打的不行了啊，然后收了2个小弟，把那整个一个镇全给平了。后来呢，被另外一个玩心眼的一个人给坑进了监狱，啊，然后呢，他让人对吧，把一个老太太孩子给杀了。反正就这个故事，如果有看过的人都知道。但是呢啊，就感觉情节现在想想，那个时候的梗都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孤胆特工，啊，有点像孤胆特工那种感觉，啊，就是袁彬是吧？他救那个小妹妹。 有点那种就包括像那个谁也是啊，包括像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不也是这个梗吗？你现在这些电影嘛，你越拍越做，包括游戏，你做来做去就是那些玩意儿，真的啊，实在是太难做新的了啊！啊，还有大叔对吧？还有大叔，还有什么飓风营救，是吧？你这个真的有的时候真没法做啊！还有坐牢梗，坐牢的。 啊，比如说一直被坑害，一直就是上来挺好的地位，一直被坑害，坑完了之后呢，这个进监狱呢，这个要不然呢就是在监狱里认识了这个厉害的人啊，渡他，然后他一起出来复仇，要不然呢就是逃狱，然后出来复仇啊，都是这些东西，包括什么韩国片，包括什么美国电影，都是这样的啊。比如说你看那个韩国的，比如像什么《检察官外传》，还有那个什么被操控的城市。 等等，啊，都是监狱梗啊，这监狱风云，还有那个咱们电影，咱们看过那个有个电影叫《火烧岛》，也是为数不多啊，成龙大哥就是在电影里面死了，
啊，你看一下，发现成龙在电影里面死了的这个情节不多啊。好的，可以看到被雨果抓走了啊，直接扔到了这个死斗场里，然后掉下来2个雨果，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啥也不是啊，这2个人啥也不是。复仇也是啊，复仇电影一般都是欲扬先抑啊，有转折，有什么的？比如说我们看有一些复仇电影，像什么亲切的金子呀、老男孩啊，什么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呀，啊等等啊，这都是有这个转折的啊，而且人物也有弧光啊，对吧？有的人物过于扁平，有的人物呢就非常饱满，就是，哎，你反正现在就真的是这样的啊，你让以后拍电影的人真的特别难拍了。对吧？而且你要不然就有资本注入，要不然就有卡斯啊，非常非常牛逼的卡斯阵容啊，否则啊是真的难拍啊。好，中华大什么大酒店、大饭店啊，而吧，我感觉刚才那个牌子上这个女的实在长得太丑了啊，对吧？我说的丑是她身材实在太臃肿，哎，你看那个毒药。哇，头发虽然说有点非主牛，但是他这个身材是真的好。你看，前凸后翘啊，我唾是吧？啊，我唾弃你的坟墓，有好多部，还有杀人不分左右，是吧？很多啊。好了，这个刀，他身上有多少个刀啊？身上有多少刀？我看卡刀啊。这个就是卡刀啊，哎，你看，900多个刀啊！好，来看看这个艾迪警察，必须有个宝石啊，那个是啊。哎，你转身他不打了，你看这个 boss 设计的挺有意思啊，他开枪。你一转身他就不打了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个设定，哎，那真的有点东西的啊，哎，那月亮好圆啊，好大好圆啊！当月亮又大又圆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对它许愿，对吧？给光啊哈！啊，感觉这个警察，你开枪啊，你对吧？你对吧？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啊！这个设定真的有点东西的啊。好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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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31秒钟啊！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哎，你看这个胸，哎，你看，真的啊，真的是大。这个警察来的，你看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。好，昨天没见到我，是因为我连续直播50天，只有昨天没播啊。好，这 BOSS 是不是傻？这 BOSS 确实不精啊。这个游戏的时间过得也慢，你看这个游戏的时间过得也跟那个合金弹头差不多了啊。光头强，右手电棍，左手枪啊！
真的嘚儿啊！你看，怎么的？柠檬有兴趣跟我去爬山吗？啊，等我去长沙找柠檬怎么样？啊，柠檬请我吃那个长沙米粉，好吧啊。昨天看我的录像睡的觉，那必须的啊！只有我才能催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还剩17秒钟啊！这个地方呢，就比之前咱们的那个玩法啊，要这个高级很多啊。好，又来光头强。这个卡它有技巧的，兄弟们啊！这卡的确实有技巧啊！啊！这 BOSS 就剩最后那么一小块血了，看看你。好，这是对面那帮唐人街的一帮看热闹的啊，一帮看热闹的，怎么说啊？哎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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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还剩7秒钟啊，还剩7秒钟，这个时间度秒如分啊，这个时间控制的非常好。不能让你们掉啊！我过2天可能要回老家待个3天啊，3、4天左右，怎么办啊？好，这节奏是真的稳，这个节奏啊。这个应该开连发了啊！最后1秒钟，啊，一刀，啊，直接死了啊！看不看见？最后1秒钟啊，直接一刀砍死，相当的烂。这一下就120万了啊，120万分数啊，非常狠。啊，这有分数，你看烧的话是1000分啊。用敌方的火来烧敌方，有分数加成啊！不要以为这个不打啊！你看他烧，为什么我们加？我操，5000分！为什么烧他们，然后我们加分呢？啊，不一定啊！我去老家了，也可能会用手机，或者是用老家的电脑去播，有这个可能啊！但是呢，回去的话休息一下也可以。好了，嘿嘿，这个一会儿前面有那个地方能踢箱子啊。但凡能踢箱子的那种东西啊，跟大伙儿讲一下啊，一定要控制啊，因为踢箱子的话呢，这个慢慢勾引。当然呢，摊分嘛，其实咱们玩根本不需要摊分。你像你就是只有这些大神才有摊分的欲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踢箱子啊，这是光头强啊。用跳臂来打，好，那个箱子可以踢出来，你看，可以踢出来那个箱子啊。狼哥，你为什么那么帅呢？你这个话说的。
你本来就很美，对吧？啊，哎，这大胡子，你看，这大胡子是有点东西的啊。好，哎，毒药的体术也很好啊，明显是长得又美又能翻跟头啊。哎呀，我去啊！我这他这招狠啊！棉花肚。其实游戏只要玩的咱们玩宠物游戏啊，有时候该归的时候可能得归一点啊，有的时候就是太奔放了，对吧？好，这人叫啥？2P 是啥意思？啊，2个 P 是吗？感觉这个手里拿着这个刀的这个啊，这个怪他这个小兵长得特别像我现实中的一个哥们儿啊，而且肤色最像啊。第一是特别黑，第二呢鼻子大，第三长得就是这个样，一副小弟脸，就是到哪都是感觉到啊谁小老弟儿啊，就这种感觉，真事儿。啊，又是电梯梗。一定是不是要有电梯的啊？这个游戏没有电梯就不行了啊，必须有电梯啊！游戏必须有电梯梗啊！我以为长得像谁哥们的前女友长成这个逼样，那真的我跟他是交不了朋友的，兄弟们啊！那朋友肯定是交不了的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啊，交肯定交不了。当当当！好，再抠。哎，看这关的这个 BOSS 啊，这关这个 BOSS 拿的也是一个散弹啊，一个小猎枪，能被无限球，戴着个贝雷帽。这个哥们儿好像好像还能跑掉啊，是不是？一个雷把自己炸死，看，非常赖啊！一个雷把自己炸死。包王打宠物游戏是不是很厉害？常年玩游戏机的人应该对于这个宠物游戏都还不错，打的并不是那么厉害，但是呢，应该会啊，有些游戏一并通关，一臂通关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好了，这一下加10万06千啊，一下加10万06千。好，来看夜景。你看看这个城市的夜景，又是一个月圆之夜，月黑风高杀人夜。这是沿江路啊。一猜就是这身后啊，一刷怪啊，你必须得让他背对着你啊，身后刷怪太嘚了啊。好，这个会防的这小子挺有意思的啊。其实可以看到抓完之后打的那个血多的，真的啊。你看这个血量其实很厚啊。哇！这几个怪配合的非常好。我们看看这个电话亭是不是要这个什么啊？要这个血杀一下啊！
跳臂，是金砖啊！这是。哎，你看那个小狗啊，非常可爱啊。那小狗汪汪，看来是个流浪犬。3个图一样，你这么一看，4个图都是一样的啊。王护，这胖子，黑社会盛产胖子吗？真的啊，这黑社会确实是盛产胖子，非常的多啊。现在我跟你说，但凡是搞黑恶势力的人，必须得有胖子。而且你包括咱们看那个收属的啊，什么叫收属呢？就收钱的，全是胖子啊，就是比如说那个要账的啊，你甭管是暴力催收还是什么的，胖子多。这个吨位摆在那里，其实你要收钱，你要真整点那个什么打拳击的什么那些啊，长得看起来挺帅的那种啊，什么肌肉男没有用，不如一个大胖子啊，长得凶神恶煞，往那一站，身上纹点纹身，对吧？胸前纹个皮箱，戴个大金链子啊，无论那个夏天就穿一个黑色的那种啊那个花绸子衣服，然后呢冬天呢就啥呢，就不穿西服啊，冬天穿貂，知道吧？就开个那种什么兰德酷路泽，或者说是路虎啊，直接就催收啊。纹俩斧头那就不行，那出戏了啊，那斧头帮嘛，那不是啊。好，又是一个蹬的啊，又是一个蹬的。哎，这个分儿你看。这个他蹬那个也加分了，你看啊，不对，你看打箱子也加分，就是你吃一个分他加2次这个事儿啊，全速不是外挂，不是，他是开的那个什么啊？好，哎呦哇，他是开的连发啊，平台自带连发。其实到现在啊，很多人觉得连发怎么连发？其实我个人感觉。已经不算是作弊了吧？因为你比如说，你是按照我理解的话，连发，你像地下城与勇士，你就官方也得自带连发的，你不带连发过分了啊！感谢我们的字母哥啊，字母哥一手办卡啊！这一阵儿前天直播，一晚上赚了47块钱，然后呢税后大概是在30多左右。然后昨天没播，今天又是47块钱啊！今天又是这么多，感觉好像年已经过完了，大家伙兜里面非常的穷汉啊，非常的穷了啊！我他妈感觉我他妈这说完了之后，很多人就感觉我狼你他妈又开始暗示上了，我没有暗示啊，我是明示也啊，哈哈哈，开玩笑啊！我过2天要回老家，回老家的时候啊，怎么说这个事儿呢？回老家呢？争取最起码用手机播吧。我老家的电脑的配置虽然说不怎么好，但是播点街机怀旧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但是呢，我老家的那个路由器也不行啊，播那个王者荣耀应该也不行，除非我带一个路由器去。啊！这话说的，哈哈哈。跟大家伙说啊，就是，我狼吧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属于那种就是，有的时候吧，就是特别想跟大家伙啊，就是那种就打成一片那种感觉。但是吧，你像现在咱们呢，只能通过弹幕还有这个我狼的这个语音啊，这个那么整。如果说真以后有机会啊，还是做那种就是互动节目啊。对吧？如果有绝对公平的这种互动的方法，对吧？我狼能想出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个节目来，到时候可能会，对吧？无所谓这个什么街机啊、格斗啊，对吧？这是长影可以做啊，但是你懂的啊。不是，你看字母哥又来了啊！
字母哥这句话你整的我跟明着抢似的啊，对吧？明抢啊，哈哈，对吧？这个名牌啊，就是那个我看他们打那个主播就是名牌，就是明抢，你知道吗？操！啊，直接送了我狼10个办卡，这个就是说白了啊，就是挽尊了啊。其实这么说呢，这个狼哥这么说啊，如果要是乍那么一听啊，感觉我狼情商非常低，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。事实上，今天我本身在被老妖5比1揍完了之后呢，我好像兜里面有50块钱的到账啊，有50块钱，多多少少是可以。户外我也不是不能做啊，在东北做户外不好做啊，冬天的话你做户外太冷了，那个手机直接冻没电了。就是它不是没电的事儿，很多人没电有充电宝，不是冻没电的事儿，它就直接冻的那个卡了。就这么说吧，卡了啊，没脸没皮的人。好，哎啊，那个是啊，那是一个大腿。我就说啊，一旦说让那个哎对，那也不对啊，小怪把那个电话亭打下来了，那岂不是咱们少打这个电话亭？我们看看啊，对，有的时候可能会动关机。哎，加分，你看打这个是加分的啊，打这个电话亭是加分的啊。这贴图穿帮了是几个鬼？下个节目是啥？字母哥说下一个节目是啥啊？有就播，关键是怕没有啊。好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主要是啊，已经是11点。今天播的比较晚啊。哎呦我去！哎，扔火，自己把自己敲死。跳 A。好。扔这个火能烧到他们自己吗？好像烧不到啊。如果能烧到他们自己的话，可以加分的啊。看背景，背景都已经穿帮了啊！背景是那个异次元裂缝啊，看没？背景那个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？好像叫类似于叫什么什么啊，就是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创造一个虚拟的这个游戏，你可以进去玩，但是呢，它存在的那个也是虚拟的啊，它存在的那个世界啊也是假的。狼哥这次太持久，树哥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啊，好像2个多小时之前抽了一下，但是没抽到东西。没啊，我也好好该休息休息。这回你能充分理解到老 K 的这个为什么对吧？但老 K 好像要去那个对吧？抖音开，谁知道呢？回家的话呢，也是好好的陪一下老人嘛。我姥姥已经86大寿了啊，今年过生日。86大寿啊！我准备在我们牡丹江给我姥姥买点好吃的，比如说买点买一盒那个大虾啊，买一盒大虾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再买点什么米酒什么的啊。反正开车回去的话好多了啊。所有的箱子都可以打出，不是有的箱子它必是那个补血的啊，必是那个大腿。只要不是补血的啊，基本上都是用跳 A 或者血杀都可以打出这个宝的啊。86确实高。我爷爷其实也是80多岁啊。现在我姥姥身体还好，除了就是这个牙口啊。牙口不好，再加上那个什么，你看这个补，这是一个吃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必须是吃的，你没有办法啊。牙口不好，腿脚不太好，再就是听力也不怎么样，其他的都好，这都是老年常见的东西了啊，就是常见的就无所谓了啊。
感觉还是挺耗时间的。你看这个游戏时间那么对吧，过得那么慢，你看现在还是13秒，啊，刚到12秒，你看啊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哎，大概是9到10秒钟左右的时间，这1秒钟相当于现实世界当中的9到10秒钟，我操！所以说这个游戏啊，说句实在话啊，不用那么着急，有的是时间，对不对？啊，自由女神，自由女神啊！哎妈，这个怪！啊，一顿突突！你看这个怪，啊，阿比盖尔是吗？这个人叫，按照我这个小翻译啊，是不是这么翻译？如果是音译的话，是不是叫阿比盖尔？这个 BOSS 太可爱了啊！这个 BOSS 感觉跟小兵似的啊！好，这大城市啊，看。这都已经到城市底下啊，城市里面了啊！嘟嘟嘟嘟嘟！好，看看 One Y 一条道呗，是啥意思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 One Y 是啥意思 ？W A Y 应该是路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你看一吃这个分是两点啊！你看一吃分是2点。你看啊，现在是20480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先是加1万，然后再加2000，对吧？你看，哎，这个就没加。我们看看他加分的这个路子啊，你看51000啊，咱们看看打死他51500，哎，这个也没加啊，我操！你看，哦，那是死兵给的分是吗？啊，就杀死兵的时候，小兵啊，杀死兵的时候，兵在闪光的时候是要给分的啊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么太嘚儿了，这个啊，泰森的弟弟啊。啊，只要背后没有兵，你看，只要背后没有兵啊，啥事儿都没有，对吧？小兵肌肉那么好，干嘛不当反派？干嘛不去拍3级片？肌肉好就能当反派吗？要不啊，肌肉那么好，干啥不好当反派？反派这个事儿吧，就不知道了啊。有的人天生就是反派，怎么说啊？这个怎么说？对不对？好了，要进电梯吧？这一看这个电梯就要给打开了啊！电梯还是一个观光电梯啊，透明的玻璃。
我他妈的气儿没那么长，啊，妈的，这7层楼啊，爬了7层楼。昨天没干嘛，昨天休息了啊，昨天休息了，就是有点累了。不，就真的是这样的啊，时间一长，大家伙也累，对吧？干脆我也就该休息休息啊。它这个电梯太慢了啊，它不像我家电梯超级快的，我操！我家的电梯，我跟你讲，从1楼到2楼的时间和从1楼到6楼的时间是一样的，我告诉你，大概能差个1-2秒钟啊，就这么快啊，主要是开门和关门。好，一扔，这里面感觉这个，我想说这些毒药啊什么的啊，就是你就长得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去泰国呀，对吧？你去泰国表演啊，你何苦来的？你在这儿你当反派，又挨揍不说，你能赚多少钱？对吧？你就不赚钱，难道你为了谁？你为了黑手老大吗？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！哎，你看，你发现他们玩这个游戏可简单了，对吧？咱们一玩这个游戏感觉可难了呢啊！这为啥呀？还是这个怪比较坚挺。老大还是个残疾人。他老大还不光是个残疾人，而且是100%跳楼术啊！那个老大是100%被跳楼的啊！他绝对是要被打到楼底下的精神病啊！为了继承老大的轮椅啊！为啥老大是个带轮椅的啊？手里拿枪带轮椅。但是我想说，这里面咱们要营救的这个女的啊，就是市长的女儿，也就是科迪的这个女朋友。那个女的说句实在话，虽然说长相咱们不敢说啊，因为毕竟呢，但是咱们看这个身材是真的好，她那身材是真的牛逼啊，该说不说。那感觉你们都快困死了啊！仙女服，啊！瑶光哥瞬间送一手饭卡，这坏人当坏人，什么叫坏人？不讲武德啊！不讲武德，对不对？就是坏人啊！还有这个大腿，啊，血杀也一样啊，照样是有这个。金病是金病啊，金病是金病，这个 boss 是这个 boss 啊。啊，进屋吧。哎，这有隐藏的，你看这有道具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往里面走？为什么要往这边走啊？哎呦我这刀！这确实是有手铐，但是这个手铐吧，这个最狠的是，你们玩过就我说的就是情绪手铐啊，还有什么捆绑普雷啊，普雷不普雷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玩过没有？好的，
好，这个灯还能砸到咱们啊，感觉街机没有 FC 版的好玩。街机版的画面好 ，FC 的设定好，FC 还有等级呢啊。小狼玩过，我看别人玩过，看电影。哎，你说他为什么有的人就会把那个绳子捆得非常色情啊？我的就如果把这招学会了也挺好的，是吧？好，又是蹬腿，现在已经300多万了，我去。借一步说话。哎，快打旋风2里面也有大招啊！快打旋风2里面也有大招的，它有那个能量管的，满了之后可以练大招。不行，一会儿有个大伙说快打旋风2了啊！那他这个力保持，还是投技狠，真的，投技毕竟是 AOE 的这个快速投掷，非常赖的啊！全都加马达了，就是那个什么呗啊！好。哇，这个分数啊！哇，这里面有金条。哎，你看，谁愿意往自己的吊灯里面藏东西啊？这他妈太狠了啊！往吊灯里面藏道具的，太狠了啊！啊，你看背后有兵啊，背后有小怪就不行。用投技一摔，瞬间可以把这个人摔得好几米远，而且还可以群攻。啊！哎，好，这又是我那个哥们儿啊！我那个哥们儿，哎呦我去！一顿脑，这个就是生脑啊！他们老大有个商业大厦啊，这个不是房子多大是小事，主要是有个大厦，对吧？这个大厦牛逼的啊！好，很多人物的闯关游戏不就是这个吗？啊！这个是真的考验耐性啊，真的考验耐性。你看，368万。好，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啊！一会儿进去的话，应该就是最后一个地图了，应该没有毛病了啊！在临了的时候，在大门口啊，还要放一波人。你说这个黑手哥老大这么有钱，对不对？就不能给自己小弟发点枪吗？很多人说，那他的喽啰都有枪啊，但这个枪，我就发现枪在这些动作游戏的反派手里面，或者就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，根本打不到人啊！而且枪呢，它只能直线射击，不能斜着射，而且子弹的速度比人跑的速度还慢，那种感觉，能可以躲开啊，精神病一样。还有地图啊 ，sorry 啊，当我没说过，还有地图啊。
好，他扔的那个雷也可以打。东东不死，东东不死，玩腻了啊！其实东东不死我还没有做全人物通关，但是其实大概就这个意思，没什么太好太多的了吧啊！你看，哎，你看那个雷可以打，狼哥这是对，狼哥也确实是啊，这个也是有心事儿啊，对吧？啊，非常的寂寞啊，兄弟们，真的非常的寂寞啊！夜黑风高啊，今天晚上好不容易休息了一天。今天看完电影之后啊，又来做直播，然后呢还输得够呛啊，然后呢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，还没有什么太强烈的讲故事的心理在里面啊，所以说呢就会显得非常的无聊啊，而且非常的孤单。恐龙快打打宝图那个还有啊，那是恐龙快打2016啊。好，这个能写啥吗？啊，你看有金条，这老大的吊灯里面都是还能装大腿呢，看不看见啊？有时间来哈尔滨，我带你碰碰。好，哎，看轮椅，哎，这哎一度你打谁呢，大哥？哎，不是你打错人了，我操！人家。好，要把一会儿把女的扔那儿啊，一会儿把女的扔在左上角啊。他这个电动轮椅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个残疾人啊，这个 boss 啊。啊，哎，他这个女的必须要走在那个地方，看不见？必须要走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再往那一趴一跪，就是命。啊，这个就是最后一关的 boss 吗？不给力啊，老师，老师你怎么了，老师啊？啊，一顿血杀，可以啊，去哈尔滨找字母哥啊！你看，必须要从楼上打下去啊！啊！咣！哎，你俩怎么？哎，我打完了，你俩来了。来看市长，那肌肉男啊！市长，你穿的有点太那个哲学了啊，太哲学了。好，这样由于第3关呢卡了不少时间，肯定是要比上一个记录打的要多的啊。所以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一起玩萨给大家伙儿表演这么一个视频。虽然说这个游戏啊没什么特别这个设定啊，但是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我们看看啊，小妹儿出来了，你看这个小妹儿的身材，哇 ，Cody， 哈哈哈 ，KO， 什么亲兄弟啊？哎，踮起脚尖来，然后来一个深情之吻，哎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梦梦该该的啊，老套剧情了啊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